2025年10月，為遏制俄羅斯威脅，德國總理默茨宣布打造歐盟最強大的軍隊。目前議會已通過新兵役法案，準備將軍隊擴至26萬。11月，澤連斯基喊話歐盟，盡快將被凍結的俄國資產用於援助，這關乎烏克蘭的生死存亡。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和外長卡拉斯呼籲團結支持，但比利時強烈反對。12月6號，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未刪減版曝光，提議中美俄印日組成新五國集團，取代 G7，將歐洲完全排除。當月，特朗普在採訪中語出驚人，歐盟是一個由軟弱之人主導的正在衰敗的集團，引發輿論譁然。大家好啊，我是新插不住新人。自董王上台以來，我們的奇人異事嘉賓不斷，有為環保炸電廠的德意志，有監獄克害的英吉利，還有永不投降的法蘭西。今天咱們一起走進牢不可破的聯盟啊！也是好久沒講歐盟了，今天講講最近歐公子可是相當支棱啊！先是放話對東大加稅，彌補貿易逆差，然後給馬斯克開罰單。馮德萊恩還喊話董王不要干涉歐洲民主。前兩天剛無限期凍結了大額2100億資產，現在問題來了，他到底行不行呢？轉發加點讚，這就是團結，聽歐盟說。提到歐盟，大家最先想到什麼？特朗普白宮訓話名場面，還是金句頻出的馮德萊恩主席？經常看星辰的都知道，作為曾經的福利天堂、世界多極化的中堅力量，以及足以抗衡美國的全球第二經濟體歐盟，近些年面對移民入侵、環保叫停、俄烏衝突的混合三大，基本是經濟日窘、移民亂、奸臣失位卻速餐、環保綠色殃國本、工業科技全離散。當然了，相比於這些斷頭小雞，歐盟堅定認為首要大患必須是俄羅斯。該觀點的主要支持者，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的光輝事跡，我們之前聊過。今天咱們先聊另一位把歐盟折騰得上蹿下跳的神人——歐盟外長卡拉斯。作為歐盟最堅定的反俄派，給大家溫習一下卡大姐的高論：中俄什麼時候打贏二戰了？如果歐盟連俄羅斯都無法打敗，那該怎樣打敗東大呢？甚至2025年2月，董王剛上台之姐們本着一顆歐洲的赤膽忠心，在去美國訪問前一天怒噴董王，對俄羅斯讓步就是绥靖，任何快速解決方案都是骯髒交易。結果人在大西洋上空剛飛一半，國務卿盧比奧直接取消會面。到訪第二天，董王宣布對歐盟加稅25%，外交部長一定要懂外交啊！小提嘴啊，卡拉斯這位官五代呢，是前任愛沙尼亞總理，24年辭職接任的外長，為啥呢？因為一段驚天醜聞。22年俄烏衝突後，作為反俄急先鋒的卡拉斯振臂一呼，愛沙尼亞公司必須停止與俄羅斯業務，還禁止國有鐵路運輸不受制裁的俄羅斯鎳。嘿，您猜怎麼着？2023年，卡拉斯丈夫旗下的運輸公司被媒體爆出一直給俄羅斯送貨，僅2022年就送了1700萬歐貨物，絕大多數是鋼鐵。好家伙，什麼叫歐洲自由是工作，俄羅斯賺錢是生活啊！之後大姐的公關更是災難。先是否認運輸公司存在不當行為，但運輸公司則表態自己是私營企業，與俄業務完全合法。接着卡拉斯索性宣布醜聞全是反對黨迫害，眼看實在編不下去了，最後只能一邊道歉一邊表示丈夫的股份已經全賣了，紅豆你死密碼信。2024年7月2/3的民調要求卡拉斯辭去總理，然後馮德萊恩直接提名他擔任歐盟外長。圖啥呢？圖160唄。更抽象的是，由於卡大姐能力太差，当年被歐洲議員貼臉開大。我剛讀了你的自傳，整整432頁全是廢話，這破書精裝本都打2折，只要3.9塊。我和寵物倉鼠討論黑洞問題，都比和你討論外交有意義。眼看越反俄越反不了俄，卡拉斯的心裡大概是這樣的。可有那麼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巔峰過後凹凸成落寞，個個都有鬼，只是都不說。川普手機裡面推文很多，說完小則就把歐都冷落，萬分難過，問你為什麼？難道有秘密被普京掌握？真的傷不起，這一個都買個過油漆，電話打給你，小嘴又在那哭泣，說川普
川普要我簽證協議，傷不起，真的傷不起，我算來算去，算到放棄。良心有木有？川普良心狗丟走，這歐洲國家怎麼個個沒有骨氣？如果你覺得馮德萊恩和卡拉斯這對苦命鴛鴦已經夠爛了，請欣賞歐盟後繼者立陶宛前國防部長多維爾。此人學的是心理學，致力於 LGBT 和墮胎。記者問他怎麼防禦俄羅斯的無人機，他說修個高牆就行了，哎呀，不用太高。權力的遊戲看過吧？跟北京長城一樣高就行。他還宣布花1000萬修復中世紀以來的邊境沼澤，來防禦俄羅斯坦克。因為年初的北約演習中，一輛美國軍車陷入了立陶宛沼澤，淹死了4個天兵。別急，還有高手呢。面積0.77個 T、人口0.57個 T 的愛沙尼亞外長11月向東大發出警告：哎呀，如果東大想與愛沙尼亞維持良好關係，必須俄羅斯劃清界限。真叫丁原死前問呂布，你祭霸誰呀？現在一盤散沙的歐盟幾乎遍地反骨仔，想推動任何事兒都有人反對。注意，接下來內容很雜，大家注意聽講。為了幫助小澤多快好閃的鐵鍋燉大鵝，今年9月，歐盟老大哥德國總理默茨提出了一個天才主意：咱凍結了2手俄羅斯資產，也別上某平台回收了，直接援助烏克蘭吧。等到10月，各國終於炒出了具體方案，將凍結的2100億歐大額本金挪出1400億歐給到烏克蘭作為戰爭資金，讓小澤用俄羅斯的錢打俄羅斯。馮德萊恩對此表態，歐洲的存在感從未如此強大。沒想到比利時站了出來反對，因為他真有一頭牛。凍結了俄羅斯資產中有1850億存在比利時的歐洲清算銀行。歐洲國家想法非常簡單，比利時把錢劃給烏克蘭，等俄羅斯戰敗賠款到賬後再還給俄羅斯。問題在於私自挪用他國資產會嚴重傷害商業信譽，而比利時在俄羅斯有數百億資金，毛子已經放話，敢動就對等反制。更嚴重的是，萬一烏克蘭不小心輸了呢？比利時外交大臣表示，一旦俄方索賠，這錢相當於國家1年預算，屆時比利時可能破產，歐盟必須共同分擔風險。這時候外長卡拉斯又站了出來，凍結的俄資產必須用，否則是讓普京看我們笑話。比利時必須考慮大局。翻譯一下，歐盟上了餐桌卻不敢進食兒，讓小弟比利時先試毒。一旦真用了，功勞是歐盟的，分錢的是約翰專員，流血的是烏克蘭，被報復的是比利時。歐盟他是真善吶！比利時也不是省油的燈啊。12月2日，比利時警方直接突襲了布魯塞尔的歐盟對外行動署和歐洲學院，將前歐盟外長、對外行動署前秘書長等多名高官拘留問話，理由是懷疑他們在歐盟資助的外交官培訓項目中涉嫌欺詐。1天後，比利時首相再次警告，俄羅斯戰敗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何況竊取他國主權資金在歷史上從未有過，即便二戰德國的資金也只被凍結。最新消息是12月12日，歐盟動用緊急權力強行修改規則，不用全票，而是多數同意通過無限期凍結俄資產。目前，匈牙利、斯洛伐克堅決反對無限期凍結，意大利、保加利亞和馬耳他支持比利時，只反對挪用俄資產，不反對凍結。法國拒絕參與提供賠償貸款的決議。最難崩的是，此前上蹿下跳的德國總理默茨，12月以77票贊成、455票反對，被議會否決了挪用資產決議。當各國稍微開始考慮現實問題又是魔怔人卡拉斯直接喊口號：援烏不徹底，就是徹底不援烏。咱們說呢？這情況就好比一堆領導人賽跑，馬克龍跑得慢點，默茨跑不動了，馮德萊恩更牛，往反方向跑。再看卡拉斯，他直接在跑道上游泳。雖然西邊口號援烏，東邊小澤痛哭，各個歐洲病夫，財力入不敷出。好在歐盟也知道罵是罵不死俄羅斯的，咋辦呢？打強軍。說到這個，歐盟更是宏偉藍圖不斷，包括但不限於今年3月啟動，目前還是 PPT 的8000億重新武裝歐洲，10月提出的投資100億2027年底建成無人機強計劃，還有11月歐委會宣布斥資176億歐為軍隊推行統一通行證，避免一旦開戰坦克要逐國申請入境，甚至提前45天預約。但眾所周知，歐洲搞軍事就好比星辰我吃米其林大餐，一句話總結：牌大量少，抹酱放草。最點中點的就是歐洲6代机計劃，該項目2017年簽署協議，如果舉全歐之力肯定能成，但歐洲
經常布局啊。首先是英國、意大利臨時跳車找日本組团，最後剩法国、德国拉上西班牙结合，代號未来空戰系統。好消息是，項目預計投資1000億研發，計劃2027年首飛，2035年批量生產。壞消息是，2024年前歐洲還管它叫5代機，等東大的6代機橫空出世，歐洲也完成自適應升級，把 PPT 標題從5改成了6，只不過連概念圖都過時了，還保留垂直尾翼。更壞的消息是，眼看都6202年了，項目連個定稿都没有，因為歐洲老爺們沒工夫設計，必須先在嘴上決出個勝負。自認有技術只缺資金的法國要求打索主導項目，但有資金缺技術的德國和西班牙則要空客主導，一直吵到2022年，德國人直接買了美國 F-35，主導權還沒吵完，這下開始繼續吵參數。法國要求戰機能在航母上起降，但沒有航母，且剛買 F-35的德國要求新戰機兼容美國武器，西班牙則對零件採購、資金分配方面有自己的見解。一直吵到9月，達索 CEO 直接放話：我們有能力獨立研發，不與歐洲國家合作。我不在乎德國是否抱怨，如果他們想單幹，隨他們的便。12月，法國和德國再次爆出內訌，德國最大工會呼籲將法國達索逐出6代機項目，這就好比夫妻倆想象，假如買彩票中了500萬要怎樣花，最後意見不一，争着打起来了。你看，俄烏衝突自2022年開始，但歐盟直到2024年才放話投入3000億歐，停止購買俄羅斯天然氣。然後神奇的一幕出現了，此前歐盟一邊援助烏克蘭，一邊還買俄羅斯天然氣。2024年，歐洲從俄羅斯購買了220億歐的油氣，但只向基輔提供190億歐援助。歐公司真的為全場買單，他真的我哭死啊！好消息是，今年俄羅斯占歐盟天然氣进口来源從衝突前的45%降到了12%。壞消息是，截至今年10月，匈牙利、法國和比利時仍在從俄羅斯進口，另有多個成员國斥巨資購買美國民主油氣，成功讓阿美登頂年度 LNG 出口全球第一，剩下則買印度二手油。2024年，印度俄油进口量從衝突前的約2%飆到近36%，成為俄羅斯石油第2大購買國。好消息是，馮德萊恩痛定思痛，宣布2027年徹底不買俄羅斯天然氣。壞消息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站了出來反對，這仨很實誠啊，說自己離不開俄氣，堅決要求歐盟開後門。歐盟不同意開後門吧，哥仨反對制裁俄羅斯；同意開後門吧，制裁俄羅斯，制裁了個寂寞。家人們，這叫什麼？這叫一根筋變成2頭堵了。為了避免被與毛子關係密切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否決，歐委會選擇提出立法禁止而非制裁俄羅斯，確保只需27個成員國中的15個支持即可。旁邊大俄看了都想笑，他衝上來捅自己一刀，還問我怕不怕？歐盟成員國對歐盟屬於是有好處自己要分，但割肉只能對不起。玩這套最熟的是意大利啊，支持烏克蘭喊得最響亮，結果北約準備採購美制武器支持烏克蘭，意大利站了出來反對，然後退出了。意外長表示，這不是準備談判嗎？如果達成了和平協議了，還要武器幹嘛？類似的還有無人機強項目，馮德萊恩提議將項目2/3資金撥給東歐，但德法意等西歐國家拒絕。東歐的事兒憑什麼西歐出錢？而南歐的希臘站了出來反對，任何防務項目都需要兼顧全歐安全，南歐的邊境你們也得出錢啊。說到無人機，今年一家捷克公司因賣無人機逃稅被查，按說這事兒它不大，但他賣的中國無人機，而且這家公司以約170萬美元購入無人機後，此後逢高拋售，最後以原價20倍，約3300萬美元賣給了烏克蘭軍方，這是拿小則當日本人整啊。至於歐盟還說2035年禁止燃油車呢。最新消息是，歐洲最大汽車出口國德國站了出來反對，總理莫茨公開致信馮德萊恩，要求暫停禁售計劃。此處我有一點，上聯卡拉斯、馮老太，歐盟領導個個都菜；下聯意大利、西班牙、北約各國家家找茬。2025年12月，又傳出英法德意波芬及歐盟領導人又發表聯合聲明，組建多國部隊支持烏克蘭。這事兒不知道喊了多少次啊，我聽到耳子都起繭了。啥？你問歐洲軍隊水平咋樣？新觀眾請回顧這幾期。
舉個例子啊，今年12月1日，德國《明鏡週刊》報道了一則友邦驚詫的消息：一夥不明身份人員從一輛民用卡車上劫走約2萬發德國國防軍的彈藥，都是中國字兒，但連起來怎麼看不懂呢？再一查，原來是國防部找了一家民用運輸公司運輸彈藥，司機開了載有彈藥的卡車，隨便找了個停車場就直接去酒店睡大覺了。第二天送到軍營，才發現彈藥被盜，損失相當嚴重，約1萬發手槍實彈，9900發突擊步槍空包彈和煙霧彈全部被盜。德國國防部怒噴運輸公司存在嚴重的安全漏洞，理由是根據合同，每次運輸要安排2名司機，且被盜是司機計劃外的過夜停留。很喜歡他們的一句話要我說，歐盟你也別導彈6代機這麼麻煩了，先把軍事外包、朝9晚5雙休的公務員軍隊改是要務啊。What about the other NATO armies? Oh, they're all right. On weekdays, anyway. Weekdays? Yes, the Dutch, Danish and Belgian armies go home for the weekend. So, on the whole, if the Russians are going to invade, we'd prefer them to do it between Mondays and Fridays. 可能有人会好奇啊，欧盟就没實際行動的嗎？有的，兄弟，有的。就在第 N 次組建多國部隊當天，歐盟以嚴重破壞烏克蘭的安全穩定為由，對一名軍事分析家、前退役上校雅克鮑德實施全面制裁。原因上，他上過包括福克斯新聞等親俄節目，發表過烏克蘭不該讓軍隊去巴赫穆特送死，庫皮揚斯克遲早要完，幽默老歐，文不肯死命出錢，武不敢親自下場，只能無能狂怒制裁俄友。更搞笑的是，這人是瑞士人，不屬於歐盟。最近有這樣一個笑話，當全球步入 AI 時代，美國研究了 ChatGPT， 東大研究了 DeepSeek， 歐洲呢，他們研究了瓶蓋連着瓶子不掉下來。誠然，2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讓歐盟從煤鋼共同體一步步將絕大多數一個地級市大小的小國整合，塑造成今日統一的歐盟關稅區。但歐盟的制度太過烏托邦，代價就是始終只有一個鬆散的政經聯盟。如今，它既不能在經濟上掌控歐洲，也不能在軍事上脫離美國。當沒有利益協調的一體化，只能是環節越多，辦事越拖，一旦出問題還沒人背鍋。2025年12月，白宮發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宣布全球戰略收縮，要讓歐洲人自己保衛自己。當歷史的輪船駛入21世紀第3個10年，從俄烏衝突到環保政策，從振興科技到難民危機，歐盟成員國在幾乎每個領域都有難以彌合的分歧，最終組織變成阻礙，也只能是把祖宗積攢的家底繼續裱糊出最後一點榮光。Frau Kallas, sollte ich mit Ihnen über Kuba sprechen? Ich habe gerade Ihre Autobiografie gelesen. 432 belanglose Seiten. In Estland 80% preisreduziert auf 3,99 €, Hardcover. Bei Amazon gar nicht erhältlich. Sie haben von Kuba, Europa und der Welt ebenso wenig Ahnung wie von Diplomatie, Außenpolitik oder Hirnchirurgie. Größeren Erkenntnisgewinn verspreche ich mir von einem Gespräch mit meinem Hamster über schwarze Löcher in Zwerggalaxien. Ich zitiere die wichtigsten Aussagen aus Ihrem Werk. Hilfe, was für ein hässliches Foto von mir. Die Polonaise ist ein schöner Tanz. Ich rannte so schnell ich konnte in meinem Kleid. Ich hatte Blickkontakt mit diesem jüngeren Luftwaffenpiloten. Danach ging ich auf die Toilette.